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陕西旬邑县。今天开车开了挺久的地方来，这身后是一片大片古宅，300多年的历史。我们经常说陕西、山西两个西，文物古迹特别多。今天我们继续来看一下，这个是豪宅，听说最高峰的时候有2700多间，大家想想是什么概念？一天住一间都住不完，对不对？要住多少年？要住10多年。行，我们今天进去看一下。它这个是3进院落的啊，它这个地方也是在渭北高原上面的，是属于陕西的旬邑县。其实这个地方很偏僻啊，等于也是在一个原上面一样的。我们来看看，这个旬邑以前叫山水，所以它这个地方叫山水唐家，是唐家大院嘛。它山水唐家的祖宗是唐寅弼，什么时候迁到这里呢？这个已经无从考证，但是在清朝初年的时候是远近闻名的大财主。我们知道在明清的时候有很多晋商，就山西那边，他这里是陕西，他这个当时财大势大，名扬西陲，就是他的生意啊做遍了陕西、甘肃、四川、安徽、江苏等13个省。所以他有这样的说法：马走外省不吃人家草，人行四川不歇人家店。在清朝嘉靖年间，唐家不过60口人，但是仆人、丫鬟有165人，还有呢备有莺歌轿，就相当于现在的红旗轿车，有66辆，所以说非常奢华。出门不离车马轿，全堂执事开道锣，就非常威风嘛，就是地主就是这样的。所以说封建王朝那些地主，生活太奢侈了。像他把他的住宅放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常说的易守难攻。你看看旁边都是山沟，地势险要，所以说可能也是一个起到保护的作用。我们现在就去他住宅里面看一下，因为现在仅留的房间比较少，最高峰是2700间，现在只有几十间。今天天气非常不错，它这个是3进院落的，但是正门在这里，正门没开。然后大家看一下屋顶这些屋脊啊，设计的相当精美，有很多兽。整个唐家大院做工相当精美，它里面有很多石雕、木雕，非常精美。等一下我们全部都能看得到。整个唐家大院的建筑全部是由木头、石头、砖组成，它的木料很多是从几十万里的采伐，据说把一座石山都采伐完毕了。当时工匠请的都是高手。从这个屋脊上面的雕刻，我们就能发现做工非常精美。里面还有很多有那个牡丹花，还有那种梅兰竹菊，很多种。我们等一下能看到。一进来就发现一个雕工非常好的，这个是土地堂，就是供奉土地神的。这个是仿木结构的歇山式殿堂，大家可以看看。中间这里，大家认识这个是什么吧？上面3朵是牡丹花，然后下面呢，这里是梅花、兰花和菊花。在这个下面这一点是3只野兽：蝙蝠、鹿和瑞兽。正常这里是大门，大门进来就是院落。我们知道一般在大门旁边呢，就是住着管家。我们知道古代的大宅都有管家嘛，就是说的管家主要负责主人的来客登记、接待、安排觐见的日常生活事务，就是一个大管家了。管家房就住在这个地方。账房先生的居室，账房先生统管唐氏家族的经济往来嘛，账目开支，这个相当于财务一样的，这个大家都了解了。他是居住在这个地方。我们看看这个是账房先生，这个看电视大家经常能了解了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呢，也就是接待的，有时候来账房这里找他有事，大家坐一下聊聊天，也有可能在这个地方，是不是？在账房先生对面有一个八骏图，这个八骏图不是清朝那个八骏图啊，因为八骏图有个电视剧，这个是周穆王的八骏图，就是周穆王的8匹骏马，他这个就我们说的那个昭陵6骏一样的，每匹马都有名字。他这个周穆王是西周时期一位传奇式的君王，传说他喜欢出游嘛，长驾日行3万里的8匹马巡游各地，所以说八骏图多用来表达志在四方的意思，就这个。所以说这幅图也是有含义的，大家了解一下。我们看看
这个地方是另外一个大门，我们刚才是三进院落嘛，所以它这是另外一个大门。这个旁边呢，就是放出行工具的，因为清朝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没有那个我们常说的没有轿车嘛，所以它都是马车这种来出行的。大家看看，就是这样的。这个在中间这个应该是老物件了，可能也放了几百年了。它整个这个山水唐氏家族这个宅院里面有很多这种雕刻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假山雕刻，各种各样的，到处都有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蓝菊图，采用高浮雕简底刻的手法，在一整块红砂石上雕刻的，所以上面雕刻了有兰花和菊花，下面这个就是红砂石。梅兰竹菊素有四君子的美誉，所以文人雅士多以鞭笞自己，追求高雅的人生品格，这都是有含义的。从这幅图大家发现没有？这个是一幅下棋的图，就是写的是刻画的是一个是皇帝，谁呢？宋太祖赵匡胤在华山对弈，就是在思索，因为那个时候是下围棋嘛，一个举棋不定，一个若有所思。这个谁是若有所思呢？就那个有胡须的，就右边这个是赵匡胤，左边那个呢，头部好像没有了，他就是举棋不定嘛。这个跟刚才的那个对称，就是菊花那个对称，你看看，这个也是一整块红砂石，寒梅树枝。这个就是大厅，五间大厅。这个大厅有5间房啊，主人待客、议事、祭祖的地方。所以说，我们经常看古宅都是这样的。这个就是那个主人了。这个大厅非常大，大家看一下，是面阔5间的，大家了解一下。我们说的面阔5间，它是进深2间的。这个大家知道吧？这个是什么？奉正大夫，就说的是官职这一类的，经常我们看影视剧都能看得到。这个巡使，按察使这一类的，它这个是官职。从大厅进去之后，大家都知道是哪里了，就是卧房，就是主人居住的地方，跟主人小孩各方面居住的地方。我们常说的有闺房、有婚房这一些。这个在那个西安有个高家大院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这个是卧房，这个相当于炕啊，大家发现没有？跟西安的有区别。一个老妇人坐在这里，都差不多，布局都差不多啊。你看看桌子、椅子、花瓶，大家看看这个桌子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一般日常工具，就是女子干活用的工具。我们常说的，像干针线活或者绣东西的，它是在这个桌子上这里弄的。基本上，它每进院落的这个柱子这里都是有花。看到没有？这个是荷花，而且每个形状都是不一样的。在这个地方，最后一间房是上房。这个上房大家都了解吧？是家中最年长人的居所，就是年纪最大的人。这里是老妇人的，就可能是打个比方说，一个孙女，一个奶奶居住在这地方。因为古时候女子的闺房是不让进的，一般是藏在深处的。还有屏风。这个屏风不知道是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是现在仿造的。然后旁边这里是什么呢？这里是绣楼，就是没有出嫁的女子居住的地方。闺房，我们说的闺房，这个大家了解吧？这个是另外一重院落，我们去里面看看。就是说的什么意思呢？像旁边那重院落，就是长辈居住的地方。然后这边呢，可能就是后辈居住的地方。这是一幅钓鱼图，亭子很多人，然后旁边有个鱼在钓鱼的，然后池塘里面有莲花，亭子呢是那个赏景的官员勾勒出一幅太平盛世的和谐图。这个是一幅金玉满堂图，就是把主人祈求财富的愿望表达的淋漓尽致。玉兰花和海棠花构成一幅金玉满堂图。这是一幅富贵长寿图，就是说寿石的旁边牡丹盛开，就下面那个石头是寿石，牡丹是富贵的象征，所以说这幅图是一幅长寿的意思。继续看这个，大家很明显能看到了，这个是我们说的结婚拜堂的意思。
这个再现了清代富贵人家的结婚场景，男的礼服，女的是披霞。这个传统的礼服，我觉得挺好看的。现在很多都穿国外的那种我们流进来的婚纱，但是我觉得传统的更好看。这个是寿堂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富贵人家清朝的时候过寿的场景。我们经常看电视剧也知道，就是有个人过寿，很多后代后辈来这里给老人家过寿，就是这样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江西新余的分余。去年我们在湖南、湖北看了很多地主大院呢，那基本上是四方的，或者是砖木结构的。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，在外面这里看起来是一个门楼啊，在后面呢就是一个地主大院，也被称为是围屋。我们知道围屋大部分可能是在哪里呢？客家围屋，广东、福建最多。那么在江西这个西部，怎么会有一处围屋呢？我们今天就来介绍一下。其实说的简单一点，大家都知道了，那肯定是从福建或者广东那边迁移过来的，后面在这边发家了。从空中的方面看是非常大的，整个这个房屋200多年的历史。这座房屋是叫做邓家大屋，同时也叫三立堂，或者是叫邓家围屋、邓家老屋，因为它是结合了客家建筑和赣派建筑的风格。它是一个坐西朝东砖木结构，它的通面阔是46.8米，进深92.4米，大屋呢周长260米，就围起来呀。总的面积是4324平方米，超级大呀！大家见过这么大的房屋没有？我们现在说别墅大，那也没有这个大，特别是在空中看的话，完整的话是一个围屋，总共房间呢是99个。我们经常知道，古代建房子好像要不9有关，要不3有关。从高处看呢，它是一个龟形的防御堡垒。围屋嘛，其实起到一个防御性的作用，因为在古代由土匪来攻打或者说找地主的麻烦，所以很多地方呢，它的房屋、地主大院既是房屋，同时呢也是一个军事堡垒防御的。俯瞰整个建筑呢，在高空看呢，像一个花瓶，极为独特，与我们通常所见的那个椭圆形或者是方形的客家围屋有很大的区别。说到围屋，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福建的围屋。那么为什么在江西这个地方有这样一栋围屋呢？简单一点，就是这个房屋的主人最早呢是广东人，后面呢他在清朝乾隆年间迁移到江西新余县来。那么后面呢，他的儿子啊做生意非常厉害，就是在一条河流元河两岸做粮油起家，那么有财产了。大家都知道，从古至今，大家只要条件稍微好的，要不建房，要不买房，他也不例外。那么他就在这个地方建造了这样一栋围屋，总共是建造了14年，99间房屋，超级大呀！里面有很多东西，有门楼、晒场、茶厅、大厅、祭堂，还有那个绣楼、私塾等等，就是我们平时看到大地主家里有的，他这里一样都不少。还有一点呢，它这个房屋属于2层的，基本上里面是一个回廊形，户户相通。还有一点，它里面呢有很多雕刻，像这种大地主有木雕或者石雕，它这里主要是有一些木雕。很多人一看到这个，可能以为是一个牌坊，它在这里呢叫做是门楼，基本上是从这里进去的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看一下。那当年呢，大地主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出啊，不知道他轿子会不会从这里抬进来。那这里呢有3个门，这个也是有说法的。像这个就是中门，一般是不开启的。按照以前来讲的话，一般就是主人可能会开这个门，还有一种就是皇帝的圣旨，或者说很高的领导来这里呢打开这个门。它这个门现在还是好的啊，你像我们现在的门跟以前的门区别大不大？
你把这个一拦住，拴住，就打开不了了。这两个都是可以打开的。所以说，什么人走什么门都是有规定的，特别是封建礼法。那按照正常来讲的话，左边那个就是他地主家人进出的，然后这边呢一般就是亲朋好友进出走这个了。中间这个已经刚才说了，那就仆人走哪里呢？就是走两侧的小门，因为它这里是四通八达，还有很多小门。一般奴仆啊，在古代有丫鬟呢，是没法走这个门的。现在就进入到这个大宅院的里面了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呢，是一个回廊，它这里是一个回字形，可以看到旁边有很多小门。那么原版就是这样的，在当时里面呢都住了人，上下两层，上面我们看到那个属于窗户，门呢是在外面。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，应该可以去2楼看。打开之后啊，就是回廊，因为它这个地方呢属于军事堡垒的作用，如果有来犯之敌的话，就全部可以站在上面抵挡。或者说人全部下来，在这个门口这样抵挡，所以非常有意思。现在我们站在这个地方呢，是叫赛场。从空中看，是不是一个大的那个正方形？有点像足球场一样的。它这里为什么叫赛场呢？古时候呢，一般呢这里会晒点东西，然后可能有些重大的活动啊，也是在这个赛场里面举行，因为面积比较大嘛。相当于就是说摆酒啊，打个比方说，他们这里有喜事、结婚或者嫁娶，在里面的话肯定是不太现实，房间嘛，因为每个房间很小，那么可能就是在这个中间。前方相当于是前大厅，从这里进去呢，基本是整个大院里面的核心了。到了后面一些祭堂、一些绣楼，就是内宅地主的家人居住的。现在进去看看，它这里全是砖木结构的，有砖有木头。以前敲门就是这种门那个门铺手，把门推开，这个门都有10多公分厚，这样进去。那这里呢属于前厅啊，两边是有房屋的。现在这样出来了，那这里呢就是一个大的天井，这个相当于一个大厅，天井的采光很好。现在呢主要来看一个比较独特的东西啊，它这边有很多这些木雕，因为这种房子嘛，砖木结构的木雕是避免不了的。刚才我们简单说了一下，它这边的木雕有什么？有进京赶考的、进城楼的、农夫耕田的，还有打鱼的、划船的等等。现在呢，我们挑几个比较重要的来说一下，因为很多呢可能头部呢被割掉了。你像这个呢，明显的就是这个是城楼，然后很多人划船，这个就是生意往来、贸易往来嘛，大家乘坐船进行贸易。因为古代的话，水运的话还是比较发达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地方呢，附近呢有一个源河，那这些呢，可能就是亭台楼阁，很多房屋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。我们再看看其他的那个雕刻，你像这个窗户上面有蝴蝶，还有相当于是那些寿星吧，很多很多，就是希望家庭美满幸福。这里的木雕非常有意思啊。特别是这个，下面有很多小船，那上面铺了一些东西，这个是典型的那种浮桥，我们经常说黄河浮桥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呢，我们在平时天津还是哪个地方有这种桥嘛？平时是桥，如果有货轮要过了，那个桥呢可以升起来，就可以通行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，这种浮桥呢，如果有其他的船要路过，它就可以把中间这条小船拿掉了。供这个船通过，货轮通过。那这里呢，就是一个完整的浮桥，就有人拿着东西要过桥。
上面有人。那这幅木雕呢，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花鸟、兽这些有鸟有花等等。像这个木雕，明显的看得出来，农夫在耕田，然后有人在放牛。整个这一块房屋都是对称的，特别是有一个中轴线。我们很明显，你看看，这里2个门，包括最外面的门，全部是对称的。我如果这样一直后退啊，全部能够从门中通过。我们一直说它这个房屋门是对称的，当然到了后面又有点不一样，左右2个门，那中间这里挡住呢是什么？因为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相当于是祭拜祖宗的地方，祭堂。那么相对来说比较隐蔽，它就前面呢有一个屏风类似的挡住了，就是我们相当于是照壁，然后2侧开了门，那是刚好跟房屋里面那个柱子平行对称，就看不到内部的结构，所以说它设计都是有含义的。我刚才看资料的时候介绍了一下，它这个地方的排水系统现在200多年了，还是完好无损的。里面呢纵横交错，比较复杂，基本呢全是靠什么呢？靠这种50-60公分的麻石铺成。所以我们其实得佩服一些古代的人呢，基本上只要是地主大院，它的排水系统都是属于暗渠，在这个房屋的底下，明显我们是看不到的。如果是下暴雨，水全部滴到下面来，它不会堆积在这里。都是通过下面的暗渠流到外面的池塘去的。基本上每个大厅旁边都是有房屋的，像这里也是。不过呢，这个房屋不是太大，基本上是一个小型的卧室。这边呢应该是厢房，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吧，一边厢房，一边是那个工具房。他当时下人可能就住在我们说左边。家丁、丫鬟，然后这边呢有一些工具房，因为相对来讲的话，地主家里有织布的，有酿酒的，或者生产其他东西的，那都是在这样旁边，因为不可能是在建筑的核心里面嘛。这里是相当于院落的后面了，那么这些呢，相当于是私塾。绣楼呢也在这一块，因为这个地方有绣楼，因为很多女眷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去绣楼看看。可能当时的千金大小姐也是这样爬楼梯的，因为她吃完饭也要去绣楼里面待着嘛。因为以前的千金大小姐一般是不出门的，她们就是这样在自己的领地生活了几十年，然后一直等着出嫁，可能都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一开始说它这个房屋是2层的，然后是有个回廊，在回廊上面呢有很多小房间，可以看到这里就是。那这些小房间是干嘛用的呢？一个是住人，另外一个呢，如果我们刚才说了有地主在这里呢被侵犯，就是说有土匪来的话，那这些小房间的人呢全部出来，从回廊立马下去。准备去抵抗，因为这个是围屋，它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抵御外敌，相当于是一个军事堡垒。它这些房间呢都不大，可能也就10几20平米吧，因为它这里房间太多了，99个房间，住肯定是住不满。那么后面大家猜想这些地主去哪里了？现在这个围屋里面呢人不多，可能也就是10来户，我是资料上看的。其实我仔细看了一下，可能还没有，可能就几户人家，而且大部分是做点小生意的。那这个地主去哪里了？一样的，他是在清朝发迹。那有这样一句话嘛，富不3代。后面呢，他家里呢做生意呢也不是那么厉害，自然而然就衰落了。像这些房屋是干嘛的呢？基本上就是私塾。我们也说过很多次，在古代越是土豪或者是大地主，他比较重视教育，基本上会在自己家里呢办一个私塾，请老师来教书。所以当时的邓氏子弟他们的小孩
启蒙读书都是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很多人以为啊，古代那些地主或者是说大家庭不重视教育，那其实是错的。基本上我们不管走到哪个大地主家里，私塾基本上是会有的，然后绣楼也是会有的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而且呢，他们教育啊是非常严格的，也就是说嘛，想出人头地，你想一番作为，必须要吃得苦中苦啊，方为人上人。从来没有一蹴而就的事情，也没有一步就能实现的事情。这一座围屋其实还有一个身份，它是赣西面积最大的一座围屋。当然，它不仅仅是围屋，它的建筑风格也融入了赣派。整体看，这座地主大院确实豪华大气。不过呢，现在的房间基本上是空置的。但是想一想，当年是多么的豪华。我们现在简单看的话，是这一部分。那么在当年，估计周边都是属于他的，不光光是这一栋围屋，其他的一些房子呢，可能也是他的。所以当年的豪华程度可能超出你的想象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平，我现在来到了贵州黎平，这个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啊，明清的历史特别多。今天来到了是一条街道，算是黎平最具有特色的街，当地人称为翘街。为什么？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属于一个高处，再往前走一点呢就是低处，再往后面就是高处，它相当于一根扁担一样的，两头翘，中间低，在当地的老百姓称呼为扁担街，我们说土话呢就扁担街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啊。现在我们就是去走一走，并且呢，它这个街道保留了很多明朝的特色。来到这里，有一位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在拍视频，他就向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翘街还有黎平的历史。为什么叫翘街？它是根据明朝地形地貌而建，两头高，中间低，像翘起一条扁担一样。扁担反过来的一样。在明清的时候，黎平当地老百姓叫扁担街，扁担两头翘，是这种来的。如果你是外省人，你进到了黎平来，你一定感到很奇怪。黎平是个侗族之都，那么这条老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仿徽派建筑呢？这个要根据明朝来讲了。明洪武18年1385年，那时候黎平出现一位农民起义首领，朱元璋派他第6个儿子楚王朱桢和郑国公汤和率领30万大军过来剿灭这个农民起义首领。剿灭过后，朱桢为了屯兵，驻扎在黎平建五开卫。朱桢就想，因为我30万大军当中有80%的士兵是我安徽凤阳人，我既然要屯兵驻扎在黎平建五开卫，那么又要不使我的士兵有思乡心切，所以我建造的房子要和我当地一样，就出现这条老街很多的老式建筑物都是仿徽派建筑。徽州文化，这个就是徽州文化先生，青砖灰瓦马头墙。你看，再一个这条街全长1公里，它还保持明清的风貌。外面这个石头不是铺了好看它有讲究的，就是呢，外面这个石头就是官走官道，民走民道，中间这个白石头就是明清的时候这个当官抬轿子那些当官的走的。两边那个青石头呢，就是我们老百姓走的。再一个来讲，黎平在明洪年间，那时候不叫黎平，那时候叫什么呢？那时候黎平呢叫五开卫，又简称五老寨。五开卫，卫就是屯兵驻军的地方，五老寨就是呢根据黎平这个县城5个老组建成来的。到了永乐11年1314年，永乐皇帝才是正式命名为黎平府。比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级市还要可怜当时的黎平府，我们地级市属于是凯里州，当时的黎平府内管镇远、天柱、锦屏、三会、榕江、从江、湖南的泾县、广西的三江都属于黎平管。现在我们继续往前走，看一看这条老街。现在呢是往下走，走台阶形式的，相当于这里属于扁担的一个头部翘起来。刚刚那位工作人员非常热情
看到我们拍视频，就把这条老街的来历和黎平的一些历史向我们讲述了一下。大家看看这些建筑是不是明显的马头墙、徽派的等等。他也向我们介绍了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建筑风格。正常来讲的话，贵州离安徽、江西都比较远嘛，刚好呢是因为在明朝的时候，朱元璋的儿子朱桢来过这个地方。说到朱桢，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，就是我去年在武汉看过朱桢的陵墓，就是相当于在朱元璋那个时期，贵州已经纳入到中央版图管辖范围之内，所以呢就有士兵镇守，那来源的那些士兵都是安徽带过来的。为了避免我们说的士兵思念故乡，就把建筑风格弄成老家一样的，相当于是故土难离。你包括现在假如说一个人从老家出来，在外面待久了，时不时还会想念故乡的我们说的房屋、故乡的山水等等。现在这些建筑保留下来的基本都是属于明朝建立的。在明清这个时候非常热闹啊，因为黎平县当时属于一个地方的首府所在地，就是管好多个地方，黎平周边的县城都是属于归黎平管。两湖会馆这种是干嘛用的呢？如果大家去重庆可以看到更多两湖两广，它相当于是当时很多人来这里做生意，就是湖南湖北的人来这里做生意，在这里就搞了相当于一个商会一样的。这个地方在上个世纪30年代还有一次重要的会议，叫做黎平会议，就是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我们走进去看一下。同时呢，这里当年是一个大的宅院，就相当于是地主宅院，是姓胡的。那么它这里呢分为3进，沿着街道这里呢就是商铺，中间就是住房，最后面的呢就是相当于它的后花园，大概占地面积是2000平方米，属于非常大的。这种大家应该非常明显的认识，以前这里就是我们说商铺，放了很多东西。那以前的地主打个比方说卖布卖其他的都是在这个地方进来了。当时这个姓胡的地主呢，他这边就是店铺有2种东西，一个是布，一个是酒，这边就是相当于布庄，应该很多人看过了，很大吧，而且还有2楼。当时可能很多人做衣服就是在这个地方买布做衣服，你看这些有点像我们说的旗袍的样子。这边就是当时的酒庄，他一边卖布一边卖酒，所以生意做得最大。他整个这个服饰宅院是当时整个翘街，就是扁担街最大的一家，2层的商住两用的房屋。我们刚刚看的属于它前面的店铺、商铺，有布庄，有酒庄。然后现在我们走进去呢，台阶上去，有这些就代表当时他的家族财力是非常雄厚的，因为一般人老百姓呢也修不起来这个。特别是他这个门口这个对联，就是说他当时是请人专门我们古代讲究风水学嘛，建房子呢一定会请人看的，他这里也是一样的。进入这扇门之后，就到了他居住的地方了，因为是前铺后居，就是前面店铺，后面是居住的，再后面就是花园。那这里呢，房屋也挺大的。这栋建筑大概是属于清朝嘉庆年间建立的，就是乾隆的儿子嘛。到现在呢，差不多200多年了。现在去会议室看看，当年就是在这个地方召开了会议。遵义会议大家应该听过吧？它这里呢属于遵义会议前面的一个重要会议。在会议室旁边是周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，是一起的，环境就是这个样子。这里当时是总的一些个办公室，
电话机，还有那个煤油灯，还有一些地图。这个是朱老总的办公室和卧室。我们经常走一些地主大院，还有富商的大院，发现呢，他们对安全是比较注重的。看了一些围屋，它整个房屋呢都是属于军事城堡式的，就是防范土匪用的。那么他这里也是不例外的，他这个家族在当时黎平是非常富裕的，所以呢，他在家里呢设置了一个相当于暗道。就打个比方说，如果旁边的土匪攻打或者说进入他这个宅院，他们家族肯定要逃跑要躲避嘛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去。平时呢这里就是关闭的，以为是一个窗户，那么土匪来了他就把这个打开，从这里呢出去，或者是说人跟财产一起运送出去，刚好是通往隔壁家族啊。所以说它这里的作用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西北、南方、北方大的宅院都有这样的。走完临街的店铺还有住宅，第三重就是他们当时的后花园，现在都看起来环境非常不错，在那个时候呢更不例外，还挺大的。春天来了，很多树木开花了，那这里有很多蜜蜂，相当于是在传播花粉。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宅院的最深处，看看这个马头墙，挺高的。在这个桥下面还有一个井，在当时没有自来水，他们喝水基本是在自家院落里面开凿了水井。现在肯定是没有了，但是当时这个地方每天都有人来。现在去2楼看看，这个楼梯估计也是当年的，还能听到一些吱吱吱的声音，并且呢，它这个非常宽，跟我们去其他地主大院，特别是在湖北那山里面的地主大院不一样啊。它那个头梯很窄，这里非常宽，代表它的财富是非常深厚的、雄厚的，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嘛。在临街就有2间豪华店铺。我们继续走在这条街道上面，大家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。给大家说一说啊，中间这个是代表着官道，就只有当官的才能走，两边呢才是当时的平民老百姓。那么在古代呢，一直有这种我们说的讲究，特别是嘉峪关呢还更清楚，大家可以去看看。大家看一下这些建筑，很长的时间了，也是上下2层，下面都是店铺，上面以前可能也是住人。刚好再看看马头墙，2个马头墙把这个房屋夹起来，就是防火防盗的作用。我们这条街呢，现在站的这个位置，刚好是相当于是凹进去一样的，2头升起来、翘起来，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扁担街、扁担街的说法。当年毛主席就在这里住过。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毛主席居住的，他在这里住了没多久。看看这个房屋里面的摆设，桌子，还有床。因为当时贵州这边属于阴冷的地方嘛，就天气比较冷，所以呢，基本上在房间里面都有个火盆，不像现在有空调那些，当时烤火都是靠火盆的。看了这里的老街，我们再去看一下黎平当年的府衙，相当于是知府衙门。走进来，发现非常大，感觉跟以前的宫殿很相像。远处那个就是相当于是大堂，当时的父母官在那里办公，左右2边就是下面书吏的办公房。比方说，当时的管理户籍的、管理税收的，还有管理兵役的，就是在2边。因为它管理周边好几个县，公务非常多，人口税收都是非常庞大的，自然而然当时的那些官吏也非常多。这个里面相当于就是当年的知府办公的地方。一般的话，这里属于大堂，现在肯定不是了，因为这个地方是重新修缮过的。在大堂后面
就是知府的卧室，还有休息的地方，以及他们家属都是住在后面的。环境就是这个样子，非常不错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重庆梁平。我们最近走了很多寨子、苗寨、土家族的，很多都是木头的。今天来到重庆这个地方，大家看看这个寨子呢，是不是非常与众不同？它是一个石头组成的山寨，相当于是大部分人居住在一块巨大的石头上面，而且这里的房子非常有意思。我们经常说东西要包起来，有包装。那么它这边的房子呢也有包装，就是通俗一点的说法是金包银。当然了，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用黄金去包银，但是呢有代表性，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呢像石头建造的一样，但其实不单是这样，里面还有一层建筑，相当于是木头。这个就是说石头包着木头，这样的话冬暖夏凉，里面的住着很舒服，就被称为金包银，是不是非常与众不同？那这个寨子就叫观音寨，说的通俗一点，就是因为我们说信奉一个观音，所以叫做观音寨。里面呢可能还有祭拜的，完全是一个悬崖边上。这个观音寨存在的时间大概是有200多年，从清朝嘉庆年间开始建立的。那个时候是第一代的那个主人姓孙，他一直传承到40几年的时候，传承了好多代。那么以前修建这个寨子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看到这个寨子东北西都是属于悬崖峭壁，入口是在南方。整个寨子其实占地面积非常大，跟那个我们经常看陕西帝王陵或者陕西那个长安城类似啊。它有分成3个布局，经常说，长安城啊有内城、皇城，还有外城。那外城是什么人居住的？就是普通老百姓居住的。那个皇城就是在以前呢是属于那些大臣居住的，内城就是皇帝和妃子那些居住的。那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外城就是属于他这个观音寨管辖的那些老百姓居住。中间这个呢，相当于是皇城，就是那些他的武装、他的管理人员、他的职工居住的。那最里面呢，就是他那个寨子的主人和他们家眷居住的地方，是不是非常有意思？也是仿照皇宫来的。那么为什么这个地方看起来全是属于石头结构的呢？并且这些都是大的那个方条石，寨子的四周还相当于角楼。在以前这些地方可能土匪比较多。所以呢，经常有土匪来这里，我们说的要抢夺财物，那自然而然呢，他们这个主人呢，就把周边的居民一起弄起来，建了这样一个寨子，要保护自己的财产。按照资料记载说，这个地方以前7天7夜土匪都没有打下来。那么发展到后面，大家知道武器有发展，那有那些我们经常说的枪炮，那自然而然，如果土匪来攻打的话，那么这个房子呢，就不能用木头建的了。另外一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我们说的突兀的山峰一样的，四周没有什么树木，那又是在一座悬崖上面，一个石山上面，自然而然石头比较多。那么相对来讲建的话，全部用石头围起来。综合多方面的原因，这个地方呢就变成一块由石头组成的山寨。并且是在石山上面的山寨。那么这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会废弃呢？说白了嘛，经常说富不过3代，那这些以前的大地主也是一样的，他第1代可能比较厉害，第2代、第3代到了后面呢，我们说没经历过困难，那就享受，自然而然呢就破败了。特别是最后一代那个寨主啊，就是相当于地主，他抽大烟，就是把家产、田产这些变卖了。自然而然就破败了。另外一点呢，这个地方在40几年的时候经历过一场大火，把很多都烧了，所以呢，当地的居民、村民呢就搬迁走了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资料，这个寨子里面可能还有几户人家居住，等一下看看能不能找到，跟他们聊一下，看看他们知不知道那个寨子的以前地主是什么样子的。因为如果居住的时间长的话，可能他们还见过那个末代地主啊，末代寨主。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，按照古代长安城来讲的话，这里属于皇城。
然后前面看的那个寨墙啊，里面就属于内城，相当于是皇帝居住的一样。我们东边这里是悬崖，整个这个寨子呢，三面是悬崖，基本上都是在石山上面，也可以这样说吧，一块巨大的石头，以前生活了几百人，现在呢，可能就生活了几个人。这些角落呢，相当于是个角楼，也是属于防御性的。以前上面有人守卫的，因为这个地方相当于是一个防土匪的地方嘛，全部是石头，上面有人站着。然后上面的寨墙呢，就跟古代的城墙、长城防御性的是一模一样的。同样的，它这块石山不是平整的，自然而然修建的话都是依山而建的。那这个就是大门。以前的话，你如果这个门不开是进不去的，这相当于是个唯一通道。走在这里面，发现没有，这些石头都是非常大的。我这里看了一下，它宽度大概是40公分，高度呢大概是30公分。大家想一想，以前的时候这个石头是怎么弄凿的？看看还有很多明显开凿的痕迹，非常不容易啊。基本上大小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说现在用机器裁割是很简单，那个时候靠什么裁接呢？基本是没有，那完全是靠人工。所以我经常佩服古代的工匠，了不起啊！你像这些都是四方四正的。现在进去看一下，应该还有人居住。哦，奶奶好。这还有人居住，去看看。您在这里居住了多少年了70几年了。70几年了。你今年贵庚？我啊，我们年90岁。90岁了，那算是很高寿了。那现在这里有几个人呢？有几户人家呀？旁边还有没有人居住？做啊。啊，几户人？后头有一家，房子是宽，有几家。我们还没解放都在沟头做了。啊，就是我40岁都在沟头做。你慢一点，你慢一点。这你不慢，我慢慢走。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我们一来到这个寨子里面，很碰巧就遇到这位老奶奶，她今年90岁，她大概是14岁的时候就来到观音寨。她向我们介绍说，这个地方在几十年前是非常繁华的，大概是有200多个人。那后面呢，由于各种情况，慢慢的搬走了，现在就剩下2户人家。其实说是2户，但居住的话也就是几个人，非常少。你像以前的那个地主，就是相当于寨主，他也见过，他跟我们介绍说，当时那个寨主出去呢很威风，手下有好多个，因为地主可能经常去巡查，去外面走，所以呢就会带很多人出去。在很早之前，另外这位老奶奶向我们介绍，这个地方在很早之前相当于是梁平的县城一样的，可能比县城还热闹，就是这个地方相当是一个中心，因为梁平这附近有很多寨子。刚刚我们说了金包银，什么意思呢？看到没有？这个房子全部是由大的那个石头组成，但是呢，进入里面就不一样了，里面就是有木头，还有一些砖结构，看到没有？就是用这些包起来的，就是这样。这里还有很多柚子，这位老奶奶很热情，一直叫我们说弄点柚子吃，但是我们就不吃了。这些房子都有比较悠久的历史了，我们别说几百年，70、80年是有的。像这些地方以前都是有人守卫的，那里相当于一个角楼，这边也是，这边应该是属于我们说的东边的角楼。上去走一走，然后这边其实呢也相当于是一个防御性的，这下面就是一条小路。今天雾比较大呀，这地方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全部都是石头啊，地上是石头，墙也是石头，包括里面那个我们说的地板也是石头。我们刚才看到老奶奶是住在这里面，其实以前呢是大地主住的地方，只不过地主后面破败了没了，那么他们就住在这里。哦，
这里还挺好看的。那这个房子可能是现在修的吧，因为这个地方本身是想打造成景区，看它窗户都不一样。我现在其实是站在西面，下面就是悬崖。大家看到这里写了几个字“通幽处”，那这个听名字是不是有点我们说的比较吓人？我们说黄泉路通幽、通九幽，其实这里不是啊。这个地方以前就是他这个债主啊、地主在这里居住的房间、居住的地方，里面有天井、有堂屋等等，其实相当于就是他们自己的一栋房子嘛。算是在整个寨子的最深处，也是整个内城的最深处，一般都是这样的。皇帝啊，古时候看皇宫也是住在最里面，安全嘛。他这里也是一样的。我看看他这里写了什么，有堂屋，里面呢还有防潮的，百年古灶，就是说他们寨主啊做饭单独在这里面，那么可能其他的那些员工或者守卫的吃饭是在另外一个地方。太多了，石头太多了。那像我们这个地方突出去一点是像什么？就有点像马面。没事，你站在那里的。这个已经说了很多次了，特别是那个长城城墙上面很多这个马面，包括那种角楼，都是属于防御体系的一部分。这种房子比较独特，就相当于是以前保管财物的地方，俗称金库，在这里叫退谷。那墙上面有很多这种孔啊，就是属于射击孔，里面是有守卫人员的。如果说假如土匪攻到里面来了，攻到内寨了，那这里还有人保护。因为财产嘛是重之重，所以这个里面呢一直都有人值班。曾经豪华无比的地主大院，如今就剩这个样子。只剩下2户人在此居住，看起来挺可惜的。但是这个建筑结构、建筑方式还是非常独特。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湖北丹江口的大山里面。我们刚刚从武当山下来，在路边呢有一个庄园，所以就开车进来看一看。结果呢，来到这里啊，发现是一个地主大院。地主大院我们看了很多，特别是北方的还有南方的。那这个地主大院呢，跟我们以往看的都不一样，可以这样说嘛，亮瞎了我们的眼。它的风格建筑啊，真的是与众不同，别具一格。现在我们去看看，它跟谁的很相像？跟清末一个非常有名的人物曾国藩的那个故居啊很相像。先去走一走。我们眼前的就是这个地主庄院的一部分。这样看起来不是太大啊，但是大家都知道了，地主大院能够保存这么完整，已经非常不容易了。在当年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地方呢可不简单了。它分为3重，这里是一部分，在其他大概1公里之外呢，也有好几部分。也就是说啊，它呢这里可能是它的主宅，旁边呢可能是它的我们说的旁系居住的地方。那么可以明显的看出来，这个地主庄院，这里是大门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碉堡形式的，那个是什么作用呢？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呢，在湖北也好，反正这一句话嘛，在大山里面修建的地主大院，普遍都有这个，就是防御性的。本身他这种地主呢，他还有自己的武装，如果有土匪来的话，他们就靠这个防御。所以说整个大院都是处在这个碉楼、碉堡的保护之下。那么我们看到很多建筑有徽派的、赣派的，大家看看它这个屋顶都带点椭圆形一样的，这个是属于什么建筑呢？大家有没了解的？基本上有花廊、正屋，还有等等。那么眼前我们看到这一边的，以前是有绣楼，但后来是损毁了。刚刚我们说它这个大院有点像曾国藩的故居，当然了，规模肯定是没有的。为什么会这样说？我们看曾国藩的故居，在他的门前有一个大的祠堂，那这里呢也是一样的，并且比他还多。在他的豪宅正前方有一个祠堂，
代表着月亮，在这个地方呢叫做日池。那在旁边呢，还有一口像月亮的池塘，是叫月池。我们知道日月相伴，日月相辉，所以说这个是古代讲究的一种风水学嘛，说他的家族呢日月生辉，一直遥遥直上的意思。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啊？在曾国藩的故居，那个池塘比这个还大。当然，他这个财力肯定没有我们说的曾国藩那个时候那么强大。他这个地主呢是姓劳，在清末的时候开始呢发迹起来的。大家想一想，他的财富有多大？我在网上看了一下资料哈，就是他的田产呢有3万亩。你想一想，什么概念呢？我们一般说有几千亩都不得了，他这有3万亩，所以说财力是相当雄厚的，并且呢，他的钱庄，因为古代嘛，地主生意做大了，他可能也是我们说的集团化、产业化，不光光是田产，还有其他的。打个比方说，贩卖铁器、贩卖酒啊，开钱庄啊，就我们说的走资本的道路一样的。从古至今，大家都知道，开钱庄这些，如果你正常弄得好的话，都是非常赚钱的。所以它也是一样的。由于它这个地方属于湖北，离武汉呢可能也不是太远，所以它的生意啊，基本上做到陕西、湖北的那个北部这些地区啊，都有它的那个生意链，所以它的财力才这么雄厚。现在去房屋里面看一看，看看当年大地主居住的房间是什么样子。我们站的这个地方，现在尽管说的菜园子、其他等等，但是呢，以前这一块都是整个地主家里的那个我们说的生活院子一样的。像我们这边还有围墙，那么以前这里呢还是有守卫的。那这个基本上就是整体的房屋。想想啊，以前这个地方可能还是非常热闹的，只不过呢，所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，就剩下一座房屋在这个地方。现在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，这个大家应该都认识了，叫做拴马柱。他地主家里以前这些地方肯定是没有汽车进来的，所以出门的话，要不是靠轿子，要不就是靠马。那马呢，就拴在这个地方。所以说以前这个地方拴马，然后马吃东西也在这里，然后马棚也是在这里。只不过呢，现在只剩下这2个了。为什么这个还能保存这么完好呢？因为它这个地主嘛，属于清朝末年、民国初年，所以说离现在呢也就大概100来年的时间，所以这些还是存在的。我们现在准备去里面看看，这里有一幅图案，大家认识吧？这个是中华太极图，其实呢也叫做阴阳鱼图。阴阳鱼是指太极图中间的部分，太极图被称为中华第一图。在阴阳鱼上面还有一些图案，因为它这个属于中国的传统式建筑嘛，所以呢它的雕刻非常多。我们看了很多地主大院还有宫殿都有。那上面是五福临门，看看这些雕刻是不是很相像啊？保存了100多年，还能保存这么完好，确实与众不同啊。整体它这个大门呢，其实也不是太大，为什么呢？显示它的低调。其实大家想一想啊，在古代或者什么时候，很多地主啊，我们看电视就这样说，他们大门修得富丽堂皇，其实往往刚好相反，大门呢修的是非常低调的，然后里面才可能富丽堂皇。现在我们准备进去了，这里还有门，这里才是正式的大门，是不是别有洞天呢？刚刚我们说的，看起来门是很小，但是一进来，这里是一个天井，然后这里是一个像花厅，那个就是垂花拱廊一样的，整个都是连通的。那这里呢，相当于是正式的大门一样的，上面以前还是雕刻的，
但是现在的话，可能就没有了。刚刚从大门进来，就发现有木雕，精不精美？大家猜一猜，这些木雕代表了什么？什么含义？太多了，非常精美啊！100多年，还能够保存这么完好。整个地主庄院是分为垂花门廊，还有前厅、中厅、后院及左右配房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，相当于是前厅。那么，整个地主庄院最值得让人看的，就是前厅和中厅中间的一部分。为什么？整体这个庄院呢，属于砖木结构的，看到墙壁基本是属于那个砖，然后中间呢，这里是一些木头。关键是这些木上的雕刻啊，非常精美。首先，我们看到这里左右两边是不是有2个雕刻？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到底是什么。像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得清楚吧？是一只倒立的狮子，那狮子下面有一只鱼，那可能就是说狮子在准备吃这条鱼，或者在戏耍这条鱼。因为大家知道，狮子自古以来呢，在陵墓前也好，在房屋前也好，都是有狮子的，相当于是镇宅嘛，辟邪镇宅，狮子那个谢字这些。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，它放在房屋里面。这种倒立的狮子啊，其实很难见得到的。那在另外一边表现的形式又不一样。这是一只狮子在戏说。我们说的像气球一样的，然后上面还有一个，那个是什么？等于是这里呢，狮子上面还趴了一个东西，但是看不出来是什么。所以说这个地方雕刻的确实很精美啊。那这些木头呢，基本上是没有钉子的，有多少人见过这样的形式的？那么在前厅到中厅之间呢，有很多房间，就相当于是左右厢房一样的。那么相对而言呢，就是他们那些亲戚啊来这里居住的。它这个门大家发现没有，其实也非常有意思。就是这样的，都是属于木板结构的。当然，现在里面肯定是没有东西了。那么这些估计也是经过整修的，因为粉刷了嘛。我们现在去前方看一下，那个天井的四周啊，全是这些精美的雕刻。再来看看这些木雕啊，非常精美。先来看看到底代表什么。差不多100多年的地主大院呢，就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些雕刻有18学士登瀛洲、三官寿星图、孔子讲学、刘海砍樵、负荆赶考等等，非常多啊。这个应该是三官寿星图，相当于是祝寿的。这幅木雕上面有很多人物，应该属于18学士登瀛洲。刚好东方的太阳一直照射在这个木雕上面，有点像东方的日出照在尖顶上面感觉。你像这个上面还有大象，不知道是不是指的是朝冲称象，因为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展示嘛。在地主庄园能够看到这么精美的木雕和这么多的木雕，已经非常难得了。刚刚看了前厅，还有这个天井，天井主要是四周的那些木雕啊，非常精美。那现在我们去正屋看看，把门一打开，就是正屋。这个门推起来好重，估计都有100-200斤了。大家看看，它这里的正屋跟我们平时看的堂屋还是有点区别的。一般我们说堂屋上面呢还有一些放神像的地方，它这里的没有，不知道是为什么。还有呢，它左右两边的厢房啊非常有意思。第一就是说，这个门看起来是非常低的，基本上就是1.7米。我们平时看的门啊，人家都说有2米差不多，不知道它为什么设置成这么低啊？你看看，它这里也是有门，而且这个门呢
也是跟在其他地方看到那个地主家里的门呐、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说比较薄，然后会雕一些像门窗一样的，它这里没有，所以说搞不懂为什么。还有一点呢，这个地方非常阴暗。应该来讲的话，那个时候修建房子不会成这个样子的。只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，它这里呢不是住人的，这个里面呢非常阴森，很冷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点独特。因为走了这么多地主庄园呢，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低的门和这样独特的门。它这里的回廊叫做垂花门廊，就是相当于是户户相通一样的，基本上所有的房间出来都能到达大厅或者是说走廊上面。你看外面也是一样的，每个房间出来。我们现在走在这个走廊上面，现在去看一看居住的地方，相当于就是我们说的内宅吧。地主大院都分为前厅，就是中厅那些接待客人的地方，然后这里面呢就是他们家眷居住的地方，还有呢地主书房，就是办公的地方。一走到这边，首先第一点感觉不一样，就是说阳光明媚，光线特别好。刚才我们在那边的话，里面非常阴森，但是这里的话，太阳直接照射过来，所以说它的两边呢就是属于居住的地方。我们现在站的这一边是他家眷住的地方，然后在另外一边呢就是他们相当于下人居住的地方。我们再往前看，那这个地方就不用讲了，一个非常大的房间，基本上就是他主人住的，因为也是最北的位置嘛，而且可以看到里面相当于是面阔山间的位置，所以看看非常大。正常来讲的话哈，这边属于主人的书房，这边属卧室，那中间这里呢，相当于就是有一些摆放一些桌子坐在这里的，就是我们说夫妻聊聊天这一类的，大概布局是这样的。在这个地方逛了这么久，给大家展示一个显示古代工匠技术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是门，这门是活动的，它靠什么固定的呢？靠这个固定。那么很多人会说，这个怎么不会掉下来了？那么看到这个没有？这个相当于一个门毡，然后这里呢有一个相当于栓子。假如说我现在把栓子取下来，那这个就会动，那这个呢是可以往外一拉就取出来了。那取出来，这个门楣就是活动的，往上一推，这个门就可以拿出去了。这个是不是体现古代工匠技术的？相当于就是榫卯结构一样的。这几个东西啊，不管哪一个坏了，都可以通过这么操作去把它换掉。打个比方说，这个门烂了，那么怎么办？就刚才说的，一取一抽一顶，这个门就拿走了。它装的时候也是反过来的，把门先竖好，把这个一固定，一插进去，一钉，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说，这个就是古代的工匠技术。那么其实这里呢，也可以称为是流水线一样的，几个部件组合起来，就变成一扇可以使用的门。你任何一个东西坏了，都可以这样去更换。这个在很早很早之前就有这样的技术。你像很多人会说那个门会顶住怎么样？不会的，它这里有个口，给大家看看就不会，是吧？全部设计好了，非常有意思吧？贴合一点都没有缝隙一样的，也不会卡住，因为这个门差不多使用了100多年了，还是这么完好无损，还是呢这样活动自如。我们说门经过了时间太悠久，会有那个咔咔的声音，它这里都没有。你看，现在我们去另外一个院落看看。刚才我们在那边看了他们地主家里家眷居住的地方，那么以前这个地方啊，又是与众不同的。现在我们看起来这里什么都没有，其实在当时是他的
千金大小姐居住的地方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在明清时候的女孩子啊，就是大小姐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经常就在一个小院落里面住。这里呢是她家里的绣楼，那就是小姐生活起居的地方。那么她要出去怎么办呢？其实没办法出去，最多呢可能就是在家里的这个回廊里面呢走一走。如果有客人来了，她还不能走。所以呢，在旁边我们开头看到的那个乐池啊，就是她千金大小姐嬉戏娱乐的地方。那么以前这里呢是没有这么高的围墙的，它是跟外面连接起来，那样她那个千金小姐才能出去看那个乐池嘛。但是后期的话，可能就全部围起来了。这个建筑是什么时候弄没掉的呢？反正就是大概40年代的时候被一把大火烧掉了，那就没有了。所以说也确实非常可惜啊。这个地主庄院内部现在是空旷的，没什么摆设，但是从这个建筑结构、这个风格也能够看得出来当年地主财力的雄厚。那么之前的地主去哪里呢？按照资料说法，这个地主大概是39岁时候去世的。由于他没有儿子，相当于那个时候没有接班人，那这个财产呢，这个事业呢，就慢慢的衰落下去。因为光靠他的媳妇呢，撑不起这么大的产业，最终呢，只剩下这个地主大院在这里。但是呢，也能够看得出来当年的豪华。